Final Fight 是 Capcom于1989年12月14日发布的横版卷轴动作游戏，故事发生在面朝大西洋的城市 Metro City。3位主人公哈格、科迪和盖，为了营救被犯罪组织 Mad Gear 绑架的哈格的女儿杰西卡，一同踏上了营救之路。玩家通过攻击和跳跃，消灭不断出现的敌人，沿着横向带状舞台进行游戏。每关末尾都有一位特色鲜明的 BOSS 等待着玩家。DN 组织 Mad Gear 这个名字是从同名赛车游戏直接拿来使用的，因为大部分制作人员从本作转到 Final Fight， 所以是带着半开玩笑的心态命名。本作最初的标题是 Street Fighter 89，作为初代 Street Fighter 的续作进行宣传。由于初代 Street Fighter 在美国很受欢迎，于是 Capcom USA 发来开发续作的请求。不过因为没有说明续篇要制作成对战格斗，制作人之一的西谷亮便以横版动作卷轴为类型，以 Street Fighter 89为题进行开发。可是，在街机游戏展会展出后，公司内外很多人反映 Street Fighter 应该是格斗游戏吧，所以只能把 Street Fighter 的续作暂时搁置，改成现在的标题。负责本作主要企划的开发者有2位，一位是在18岁时作为 Capcom 的第1位专职企划入职的西谷亮，以及画师安田了。他们曾共同参与开发了 Lost World、Final Fight、Street Fighter 2。在公司内被评价为天才的男人，退社后创办了游戏公司阿里卡，推出过 Street Fighter EX 系列和俄罗斯方块大师系列等多个作品。最新参与制作的是铁拳8。安田朗早年间做过动画师，之后入职 Capcom， 以穿着睡衣参加 Capcom 面试而闻名。在 Capcom 工作期间，负责绘画和策划，非常注重培养后辈，为 Capcom 的图形和动画表现上做出了重大贡献。退社后以自由插画师、角色和机械设计师、漫画家的身份活跃于各界，负责过动画 Turei Gundam 的角色设计， Code Geass 叛逆的鲁鲁修中 Nightmare 的机甲设定，笔名 Ultima。Final Fight 的详细企划书由安田朗负责。在他前往美国出差时发现，双截龙和脱狱等横版动作游戏非常流行，当时双截龙的收益非常惊人。西谷亮和一名同事受冈本吉崎指派，前往街机厅公费玩游戏，以此为参考决定了游戏类型。虽然西谷亮个人并不喜欢横版卷轴动作游戏，甚至本人说过讨厌这个类型，因为当时动作游戏的敌人与角色不在同一轴线时，需要玩家根据情况移动到敌人所在的轴，或者为了躲避攻击而移动到其他轴线。西谷亮觉得这样会让玩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轴线移动上，控制角色主动去找敌人很麻烦，所以把 Final Fight 设计成让敌方主动来对齐轴线，玩家只需要注意前后移动就可以。角色的跳跃动作上也有下功夫，程式设计师特意为前跳、后跳、垂直跳分别设定了不同的重力加速度等参数。为了迎合玩家遇到危险的心理，所以后跳的速度和距离都略高于另2种跳跃。在攻击时，可以把多个敌人聚集在一起同时攻击，而当时市面上的其他动作游戏为了减轻处理负荷，并没有这样的设计。本作的难度较高，尤其是新手容易被围殴致死，但游戏独有的爽快感却又让人欲罢不能。大尺寸角色、大量的同屏敌人、一次同时击飞多个敌人等要素，让本作区别于其他同类作品。其中被玩家开发出来的攻击技巧、摆拳熟练掌握的话，会让游戏难度有所降低。由于之前2人共同负责的 Lost World 表现一般，所以开发组遭到了减员，负责美术的人员从20多名锐减到4名。除此之外， Final Fight 的 ROM 容量相较 Lost World 也要小得多，原因之一是当时全球 ROM 价格高昂，当时正值 SC 大热，甚至有传言说是任天堂为了应对 SC 热潮而垄断了 ROM。出于这些因素，他们被冈本吉崎要求，你们就用16兆容量做吧。因为开发 Lost World 时有32兆的大容量，在制作完容量充裕的游戏后，再改用小容量开发新作，这差距让制作组非常困扰。虽然开发中期被承诺可以增加容量，结果却不了了之。为了节省容量，只能在美术素材上进行缩减复用。
在那个年代，为了能让 ROM 种量可视化，会将游戏的内容先统合在一张纸上，将画好的角色分成图块，分别粘贴上去，通过空白的部分来判断容量的剩余。而一款游戏根据其容量大小，会分成好几张这样的大纸。当时有一张记录用纸掉进了桌子后面，直到开发的最后阶段被偶然发现，后来被开发人员称为奇迹的容量。正因为这张纸，游戏的 ending 画面等内容才得以出现在游戏中。从桌子后找到奇迹的容量那段时期，本就人手不足的点阵图人员只剩下2名，原因是其中2人因为打架而被停职。最后只剩下安天朗和另一名绘图员负责剩下的工作。那天，安天朗已经2天半没合眼，所以在发现这张纸时，大脑还处于朦胧的状态。除了受其他厂商的影响外，电影也是本作创意的来源之一。当时的 Capcom 社长石本宪三经常对员工强调，多看电影做参考，要求在制作游戏前准备演示材料。所以在本作企划阶段，特意把多部电影剪辑成一段3分钟左右的介绍短片。Capcom 有一个叫影像资料室的部门，一般是在那里剪辑各种电影的片段。本作参考的电影 Streets of Fire 和 Street Fighter 以此确定了纽约贫民窟的场景。据西谷亮回忆，因为时间不够，社长要求他们同时用3台显示器播放不同的电影，并扔下一句：全部看完认真学。游戏的可选角色共3名，主人公科迪，精通各类拳法的平衡型角色，出拳连击为4次一组，攻击距离相比盖略有不及。在故事中是杰西卡的男友，擅长使用的武器是小刀，只有在小刀闪红光时可进行连打攻击，也是游戏中唯一可以手持小刀近距离攻击敌人的角色。多年后在快打旋风 Zero 3中登场。武神流第39代传承者盖是居住在美国的忍者，使用忍术进行战斗的速度型角色，出拳连击为5次一组，移动速度也较快。虽然攻击距离大于科迪，可伤害却是3名角色中最低的。面向墙壁跳跃后再输入跳踢，就会向反方向使出3角踢。由于高人气，在 Street Fighter 系列中出场率较高，擅长使用的武器是日本刀，不过挥刀速度较慢。但由于刀的前端有攻击判定，所以持刀状态下攻击距离会很长。在快打旋风 Zero 初代中回归。哈格是 Metro City 的市长，曾经的著名职业摔跤手，属于力量型角色，出拳连击为3次一组。因为出拳较慢，所以摆拳的使用难度较高。在抓住敌人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移动和跳跃。跳跃时按攻击键可以使出头部坐击。擅长使用的武器是铁管。攻击判定长度与其他2人相同，不过因为是双手握持，所以挥动铁管速度很快。1993年出现在大型电玩快打英雄榜中，而在快打旋风系列中都只在背景里亮相。2003年终止开发的 PS2 游戏 Capcom 格斗全明星中，哈格也是可选角色之一，可惜不知什么原因最终取消了开发。杰西卡作为市长的女儿，一直为改善城市的治安而努力，却因此遭到犯罪组织 Metal Gear 的绑架。在哈格、科迪和盖的帮助下被安全解救，之后与科迪正式成为恋人。但后来科迪因为重大暴力事件入狱，最终导致2人分手。游戏的场景从破旧的贫民窟开始，包括地下街道、地铁、地下摔跤场、酒吧等多个场地，丰富多变的场景不会让玩家感到单调。第2关结束后，破坏汽车的 Bonus Stage 也在后来成为 Street Fighter 系列的传统。科迪的形象可以看出是取自电影 Streets of Fire。关于盖的设计，是安天朗认为游戏中出现忍者角色是 Capcom 的传统，就连《荒野大镖客》中都出现过。当时负责本作的冈本基起其实并不希望在游戏中出现忍者角色。但社长却以想让游戏受欢迎必须要有忍者为由，强行加入了忍者，以至于形成了在 Capcom 的游戏中出现忍者是理所当然的这一认知。在美国，忍者和恐龙一定会很受欢迎，也是当时社长常说的一句话。这也解释了在 Capcom 的游戏中为什么经常看到这2个要素。
再说哈格的设计，有受到《悲惨世界》主角上万强的影响，在故事后期他成为市长。另外还有漫画《Madball 34》。总之，哈格是以多部作品为参考而创作出来的角色。安天冷和西谷亮还为游戏中每个登场敌方角色都设计了不同的动作，例如移动速度快的角色受到攻击时的不同反应， Poison 和 Roxy 弧线跳跃的逃跑方式，哈利伍德从屏幕上方下落的登场方式等。希望游戏可以展现给玩家意想不到的情景。不过受容量限制，许多地方角色都是通过素材复用制作的，例如哈利伍德、艾鲁加德以及抛掷燃烧瓶的桥都是用同一个素材。制作组还尽可能的加入各种细节，像第2关地铁中左右摇晃的吊环、出窗外移动的灯光、工厂关卡喷出的火焰等，都是他们努力的成果。社长石本宪三要求制作出只要看一眼就让人惊讶的游戏，岸天郎想到了 Title 的黄金之城。在游戏推出时，巨大的角色给自己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大尺寸角色吸引玩家。角色在走动时，宽度比其他动作缩短了32个像素点，这也是为了节省容量而下的功夫。受限于当时的软件，在绘制大角色时，画面无法完全显示，开发工具只支持显示32×32。在用电脑绘制点阵图之前，需要事先在纸上画好参考图，再扫描进电脑。可用颜色也有数量限制，基本上每个角色只能用16种颜色，例如肤色用5到7色，上衣5色，裤子5色，不能超出这个限制范围。游戏发售前在美国进行过测试，一般我们亚洲玩家会偏向一个游戏币可以玩多久，玩的时候通常比较谨慎。反观美国人完全不考虑这点，反而大量使用必杀技推进，生命值也随之狂减。当时的美国玩家更注重的是游戏要让自己玩得开心，玩得爽快，角色死了就继续投币。作为当时 Capcom 最卖座的街机游戏，为厂商创造了极大的收益。得益于开发资金的充裕，也为后来的 Street Fighter II 创造了良好的开发环境。因为这层关系，本作与 Street Fighter II 共有同一个世界观，从 Street Fighter II 的开场就能看到 Final Fights 的影子。从 Street Fighter Zero 系列开始，科迪、盖等主要角色和部分敌方角色加入 Street Fighter II 的后续系列中。虽然 Final Fight 并非横版卷轴动作这一类型的首创，却在推出后大大提高了这一游戏类型的知名度，引发了其他厂商跟风的热潮，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同类游戏，让这一类型在游戏市场上异常活跃，并对之后的游戏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第3关关底警察 BOSS 吐掉的口香糖，应该有不少人捡起来吃过吧？因为口香糖是用 Sprite 制作的，所以西谷亮提议干脆设计成了让玩家捡起来。负责城市的人员还一脸厌恶地向他确认：“真的要吃吗？”口香糖的分数是西谷亮的生日，所以得分是42910点。游戏的虚观画面也是最具本作代表性的部分，角色一边摇头，一边想要吹灭炸弹引线的样子，就像是在向玩家求助。这里有受 R-Type、Wild Fun 和忍者龙剑传的影响，为了表现出类似的紧迫感，是西谷亮在明知容量吃紧的情况下也坚持要加入的内容。另外，在游戏标题还是 Street Fighter 89时，本作被宣传为 CPS 系统游戏第8弹，但实际发售时变成了 CPS 上的第7款游戏，反而比预期提前发布，开发周期为1年左右。在 Final Fight 大火后，西谷亮就再没有参与过同类型游戏的开发，不过却间接参与了几部作品。Captain Commando 中第2关的 BOSS 是由他企划设计的，因为平台是大型矿体，考虑到收益问题，所以特意为第2关设计了一个较强的 BOSS。惩罚者因为在试玩后觉得一般，提出一些修改要求后，变成了我们玩到的版本。最后是异形大战铁血战士，在游戏开发中期加入，用3个月时间对游戏进行了大幅改进。在街机日版中，被绑架的杰奇卡在开场画面中穿着内衣，部分移植版中被改成礼服。由于当时的欧美对女性暴露内容非常严格，所以在海外版中，杰西卡的形象不会出现在电视里，只是播放一段尖叫声。游戏在投放到美国市场时，
Capcom 收到了一位受丈夫家暴女性的抗议，称这种游戏助长了对女性的暴力。Capcom 方面回应道 ，Poison 和 Roxy 虽然外表看起来是女性，可实际性别是男性，所以没有任何问题。于是这2名角色的设定就变成了人妖。我们当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应对美国抗议的推脱说辞，在日版中仍被认为是女性。不过，随着后来作品的推出，在日版中开始时而被标明为人妖，时而又被视为女性，对其真实性别含糊其辞。也许是受此事件影响，游戏移至 SNES 版中，2人被替换成具有朋克造型的男性，动作上与原版完全相同。从担任 Street Fighter 4、Street Fighter Cross 铁拳制作人的小野义德，在2007年采访中表示，北美版的 Poison 是男性进行手术后转变成了女性，而日版中则是女装大佬。可在2011年的采访中，他却又说 Capcom 没有提供官方的答案，就让他维持在这个迷之状态吧。近年为了不刺激 LGBT 群体，所以 Capcom 对 Poison 的性别问题上尽量不去触碰。在 Street Fighter V 登场时，性别特意被标注为 unknown。以巨人安德烈为原型的安德烈，在后来的快打旋风3中复出，改名为雨果。官方有明确说明，安德烈和雨果是同一角色。游戏的最终 BOSS Metal Gear 首领贝尔加，因为在游戏中使用轮椅出场，于是有人抗议这是虐待残疾人。在游戏中的设定是因为觉得走路太麻烦，所以才使用轮椅代步。之所以会想出这种奇怪的设定，还是因为容量不足导致的。因为没有剩余容量加入他走路的动画素材，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即使在轮椅被损毁后，他也只能跳着移动，并没有走路的动画。除了前面提到的 SSC 版，游戏也向多个平台进行过移植，其中的 Mega CD 版，还为过场添加了语音。メトロシティ、ここには平和も秩序もない。音乐也以 CD 标准重新录制，按原 MD 发色数较少，在颜色的还原度上与原作有一定差距。不过得益于 CD 的大容量，角色和关卡上不像 SSC 版有删减。这版最为玩家所诟病的是游戏的操作手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角色的出拳速度较慢，影响了游戏的爽快感。如果对这点不是很在意的话， MD-CD 版还是值得一试。之后推出了我们所熟悉的 FC 版，全部角色进行 SD 化，以 Mighty Final Fight 为名发售，引入了必杀技和升级要素。虽然与原作差异巨大，却是一款在玩家间评价很高的游戏。之后 SFC 上相继发售了 Final Fight 2和 Final Fight Tough。这2款游戏都没有接继原作，2部作品中的原柳斋真纪和露西亚，后来都被加入到 Street Fighter 系列中。在 GBA 发售后， Capcom 又将本作以 SSC 版为基础移植到了这一掌机新柜。游戏在各方面进行了强化，有更多的同屏敌人，在达成特定条件后，可选择 Zero 版科迪和盖，在 BOSS 战前加入对话等。现在看起来可能没什么，但在当时能在掌机上玩到本作还是相当让人激动的。世嘉 SS 末期 ，Capcom 发行了移植自街机的 Final Fight Revenge， 游戏类型为 3D 对战格斗。可能因为是 Capcom USA 子公司开发的缘故，游戏各方面素质都很一般。发米通对本作评价非常低，不看发行年份的话，会以为是 SS 初期的游戏。2006年，在 PS2 和 Xbox 上发行了 Final Fight Streetwise， 作为一款 3D 动作游戏，在媒体间恶评如潮。游戏只在欧美发行，并没有发行日版。本期关于 Final Fight 的内容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进行补充。如果喜欢我分享的内容，请点赞、订阅、留言。我们下支影片再见。通过武神流的存在，
可以照实 Captain Commando、Final Fight 和 Street Fighter II 3部作品都处于同一世界观，因此 Captain Commando 可以被看作是 Street Fighter II 未来时代的作品。虽然游戏的街机版是在1991年发售，但 Captain Commando 的形象其实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长这样。Oh my god！ 在 Capcom 发行的 NES 游戏说明书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还有一个形态是这样，比前一个更有队长感。这个角色其实是 Capcom USA 在80年代自行设计的宣传用角色。从这张拍摄于1987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社长与 Captain Commando 同框。在作为游戏开发时进行了重新设计，负责重新设计的画师安田朗也吐槽过原版形象。另外，从 Captain Commando 中割取3个字母，就可以得到企业名 Capcom。在 Gamist 杂志上曾连载过本作的漫画版，之后推出了2卷单行本，不过目前已经绝版。漫画中介绍了每个角色的背景故事，如队长的真实身份是 Star Electronics 公司26岁的年轻总裁马尔斯·凯莱尔，身穿由超硬太空钛制作的战斗套装，以 Captain Commando 的身份进行战斗。这设定是不是有点耳熟？忍者翔的全名为武神翔，号18岁，武神6人法第1继承人，开始是被反派雇佣的保镖。两人在 Street Fighter Zero 2中肯德主场景里有过客串登场。节念题：全身绷带的外星人，以 J 为代号，是马尔斯的秘密护卫，头上的帽子是与 Captain Commando 友情的证明。胡佛博士2岁，自称正义的天才宝宝，小组中所有装备都由他制作开发。